刚才我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恰恰在这个过程当中呈一正一反的两个现象。正向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在阶段性的、策略性的层面上有所缓转。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2025年7月14号星期一在全网播出的《Jet Video 视频》。今天7月14号非常重要啊！今天除了大家知道是法国国庆，这个说实在的稀松平常之外呢，有大概几个方向。第一个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几天就宣布，他说他要在周一，也就是今天7月14号的时候，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声明，有关俄乌问题。那么我此次录制节目的时候，还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3点35分，那么在美东时间呢还是凌晨，所以呢大概要到今天的半夜，明天的凌晨，也就明天早上，我们才能知道这个特朗普所谓的有关俄乌问题的重大声明是什么。但这背后的背景呢，我们已经略知一二，就是特朗普最近一再表示他对普京非常不满。他说普京呢表面上很客气，但实际上在停战方面毫无作为。然后呢，特朗普呢最近已经多次表示，他说美国将恢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且提供一些尖端的导弹技术。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对北约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呢，今天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将启程前往华盛顿，一连2天和特朗普展开紧密的磋商。包括德国的国防部长昨天也已经启程，这个估计是参加和吕特一起和特朗普的一个见面。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在美国和北约之间，如果说至少是阶段性、策略性的恢复关系、修复关系、恢复对乌克兰的武器，尤其是尖端武器供应之后，俄乌战争在第一线的这个情况会发生一些这个质的一些扭转，我们要予以密切的观察。当然，这个北京时间无论是今天是半夜还是明天凌晨，特朗普究竟将做出有关俄乌问题的一个什么样的重大声明？究竟是只是象征意义上的，只是口头意义上的，还是会有些实质性的声明？我们要拭目以待。这方面说在俄罗斯方面，现在也在拭目以待。俄罗斯的新闻秘书这个 Peskov 表示，他说我们将高度关注，以评估特朗普的下一步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同时他说我们已经把特朗普所有的言论当中的差异点已经全部记录下来。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因为特朗普说话不说颠三倒四吧，经常是这个前言不搭后语，所以俄罗斯方面有文必录，把他所有的谈话当中有关俄乌问题立场的差异性记录下来，以准确的评估下一步特朗普的立场。那么如果说是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发生逆转，可以说立场发生逆转之后呢，说实在这也涉及到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大家知道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欧盟和美国由于高关税的问题，不说闹得不可开交，至少关系比较紧绷。欧盟方面现在说这个暂时先不做反制措施这个以做后面的进一步的观察等等。那么这个呢，相反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和美国在贸易方面上谈判呢进展的至少比与其他国家相对比较顺利，甚至宽松一点。从这意义上说，我们能不能得出一个阶段性结论，说中国未来至少是未来半年，中国经济置身于其中的国际环境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呢？我认为也许在贸易问题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些期待，但在包括俄乌战争以及中国置身于其中的国际政治环境当中，恐怕事情并没有这么乐观，其中非常主要的就是俄乌战争。如果说中国和美国目前在贸易谈判问题上，由于不久以前的双方的精深肉搏有了一点的宽松之余，包括这最近一段时间美方的各种官方和一些民间的一些客人都在络绎不绝地前往中国，中国和美国的外交部长刚刚在吉隆坡也见了面。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其实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目前显然在俄问题上，甚至包括俄问题上的全面的问题上，在加强了沟通和合作。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抵达了中国。前几天中俄两国的外长刚刚在吉隆坡见了面，然后呢2天之后又在北京见面。而且2天之后在北京见面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是双方很轻松，不带领带，而且中国方面评估这个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稳定成熟，而且超过任何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的关系。那么这个评价是非常之高的。而且第二个呢，拉夫罗夫呢是
应该在吉隆坡之后又去了平壤，去了平壤见了金正恩之后又来到中国。那么当然俄罗斯跟这个朝鲜之间的关系是不同一般，朝鲜是公开支持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而且不但是立场上支持，甚至在军力上直接派兵的问题上也支持。所以这次拉夫罗夫到了平壤见这个金正恩，也是当面表示感谢。完了以后，双方谈到了很多其他的问题。同时呢，完了以后，这个拉夫罗夫在平壤还接受了记者的这个采访，回答了记者的11个问题，其中包含俄朝两国领导人什么时候见面，俄朝关系如何发展，这个朝鲜士兵对俄罗斯收复库尔斯克州做出的贡献，是否会参加其他地区的作战，如何看待朝鲜半岛的问题，还有如何看待志愿联盟组建多国部队来保护乌克兰的问题等等等等，这些这个不一而足，拉夫罗夫都一一做了回答。结束之后，他来到了中国，然后明天呢，7月15号，这个拉夫罗夫和其他上合组织国家的外长都要在天津参加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这次外长理事会主要是上合组织的外长，包括伊朗啊、印度啊等等国家都会来。这个主要是商讨8月下旬上合组织领导人的峰会。那么借由了这个机会呢，这个拉夫罗夫访问中国，刚才我说了，印度的外长苏杰生这次也正式访问中国，这个应该说是5年以来，2020年以后，苏杰生的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之前几年呢，24年、23年，他与中国外长分别在国际场合有过见面。那么2020年以后没来过。大家知道，2020年中英两国是发生了边境冲突事件，虽然没有产生开枪走火，但是军人之间直接有肉搏。从这以后呢，中英关系就一度甚至可以说跌入最近若干年以来的低谷，但这几年略有回升。中国和印度关系应该说在2018年，当时的特朗普政府把印度正式纳入到他的印太战略之后，突然发生了逆转。但是印度呢，它又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它又是上合组织的成员，而且与中国呢虽有矛盾，但中期就在西藏啊陆地的边境上有所矛盾。除了被美国拉入它这个印太联盟之余呢，其实中国印度的关系只有搞好的理由，而没有搞坏的理由。这一点呢，说在印度朋友们也心知肚明。也许时间是最好的治疗师。也许由于这个原因，5年之后，苏杰生这次利用到天津参加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议的契机呢，正式访问中国。那么他也要对中国谈很多的问题所有的这些你会发现，当进入盛夏之后，7月中旬，其实世界各国的外长们都没有休停，都在进行各种的穿梭外交。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和中国有关的，尤其是我们中国置身于其中的国际环境，主要是2条线，一条是贸易线，一条是俄乌战争线。而在这个其中，刚才我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恰恰在这个过程当中，呈一正一反的2个现象。正向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在阶段性的、策略性的层面上有所缓转。当然，大家一定要听我强调，是阶段性的、策略性的。有所缓转而已。如果操作得法，那么有可能会使今年下半年的中国经济至少面临一个在国际贸易领域里面的相对来说柳暗花明。但是另一边厢呢，最近围绕的俄乌战争，如果说前一阵特朗普二普之间关系不错，那么特朗普如果虚拟语态，如果能够利用他和普京的私人关系及影响力顺利结束俄乌战争的话，那另当别论。现在不是的。现在美国恢复了，由于对普京不满，所以恢复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个当然从我看起来，显然也是阶段性、策略性，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呢，北约也不能高兴太早。虽然今天北约秘书长吕特和德国的这个国防部长亲自前往华盛顿与特朗普交谈，但是呢，不应高兴过早，就像我们不应在与特朗普的贸易谈判问题上高兴过早一样。但是至少阶段性的、策略性的，美国恢复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尤其是导弹援助，未来将使俄乌战争上乌克兰有可能会占据，至少会使战局有所扭转。而恰恰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中国始终是没有公开表态这个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但是呢，西方一直有猜疑。那么再加上前一阵有些立场的表述，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拉夫罗夫在访问完了
平壤之后到访中国，名义上当然是参加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但是呢，和中国外长2天之后，2天之前在吉隆坡，2天之后在北京，气氛轻松之余不说，而且评价相当之高。那么这个呢，有可能呢，这个会使本来已经在俄乌战场上这个重新形成2大阵营的这么一种态势呢，也把中国纳入其中。我们不说把中国卷入其中，所以2025年下半年刚开始，才过了半个月还不到，那么国际局势，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置身于其中的国际局势，正在出现非常诡谲的一种现象。一方面是这个贸易线，一方面是包括俄乌战争在内的军事线，而这个尤其是这几天随着各国外长的穿梭，我认为其实尤其值得关注。所以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置身于其中的国际环境到底走向如何，目前还不好说，我们将拭目以待。那么当然未来几个小时，大家一个是要高度关注特朗普宣布的，说这个星期一就美东时间星期一今天晚上他宣布的有关俄乌问题的这个重大声明。同时呢，当然明天第一时间关注我们这个视频以及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好，非常感谢各位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